台独在台湾大部分是玩假，政府就是去一个一个捅破。这些美国人都非常了解台湾。民进党从陈水扁到现在，台独永远都是他们拿来的便利贴。郑主席用他国民党主席身份把它讲出来，让美国政策制定者思考台独对美中台之间是什么意义。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圣塔芭芭拉市到圣塔芭芭拉县，美国是联邦州县市。这个到了东岸之后，跟马赛诸塞的副州长有了很多的互动，觉得成绩上也不错。再来是学者的咖位上挺大咖的，我们也看到这些都是顶一流的学者，不管是在顶一流的学术机构，胡佛学院，美国做东亚关系、做亚太问题啊，尤其做中国问题的核心区域。当年蒋介石日记就是放在胡佛，包含芝加哥、波士顿，在纽约，我们就看到都有些重要学者。休昔底的陷阱。新墙跟旧墙必有一战。如果阿里森都愿意做出倾听不一样的声音，他也认为说也许有不一样的感觉。郑主席这次访问美国非常重要，对美国来说，常年下来，因为民进党执政10年，蔡英文总统到赖清德总统，他们这10年的时间，华府只听得到民进党的声音，也配合华盛顿内部的政治呢，反华的鹰派啊这些声音。郑主席代表的是另外一种国内真正的主流民意的声音，要和平，要交流，而且我们跟大陆本来就有从宪法到各个文化民族的连结。美国需要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因为过去10年民进党执政，我们在这方面可能也很少琢磨。对华府来讲，他只听得到一种声音，就是我们要跟大陆对抗要战。要朝向强化军备，这个围堵中共，第一岛链跟美国、日本配合，成为对中共压制的军事力量，类似这样的主轴在走。但是郑丽文主席去传达是另外一种真正的台湾的主流民意。从去年看来，光是联合报2025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就有88%的民众希望两岸维持沟通管道，就连最近这几次的民调，都有超过60%、70%的民众希望两岸还是要对话。两岸要对话交流，其实是现在台湾的主流民意。这个声音出不去，民进党的外围组织很多年添堵的这些力量，加上美国内部鹰派的声音聚集在一起，就以为这代表全部台湾的声音。但是郑丽文主席这次去，重量级智库学者跟我们风传媒的记者讲，他说这个非常让人觉得有意思的访问，因为过去他们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可是郑丽文主席去了之后，他们觉得别出心裁，让人惊艳，耳目一新。那郑丽文主席从侨界麻省这些重要的地方的这些官员，乃至于智库的学者，到目前现在已经到纽约，准备要到华盛顿了，一步一步的让他的理念让美国的各界知道，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比如说第一岛链的思维，过去两岸分治以来，冷战开打以来，第一岛链一直是所谓的对抗、军事对立这样的概念。可是郑主席提出了和平繁荣之链，大家共同建设、共同繁荣、共同开发，非常符合川普总统的思维。川普总统但他在中东陷入了伊朗的这个泥沼，但是在亚洲看出来他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他5月访问中国大陆之后，跟中国大陆达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公示之后，整个川普政府的路线正在整个调整。赫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的会议中明白讲了，不跟大陆对抗，乃至于到川普本人对台独直接的否定。所以其实这次访问美国是一个突破，也有重大意义在。这2位很有经验外交老手，他们的安排之下，我觉得郑主席到目前为止的行程都非常的妥当。前驻美代表林建生，以及我们国民党的驻美代表秦日新代表，他在华府耕耘多年，也无论是到智库跟重要休息体的陷阱的学者对话。今年的川习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场就引用 Ellison 讲的休息体的陷阱，所以这正是当前中美最重要的一个课题。结果郑主席跟这位提出这个概念，而且也到大陆访问过很多次的 Ellison 见面对谈，所有的安排在袁建生秘书长、秦日新大使他们的整体安排下，目前是非常妥当。我觉得这次有几个点是我看到非常感动的。第一个，侨胞对中国国民党来讲，侨胞是最根基、最骨干的组成，跟其他的政党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民进党过去对美，他只做台侨嘛，事实上都不叫台侨，做台独侨。国民党一直以来从创党孙中山开始，其实孙中山本人就是华侨，所以华侨乃革命之母，不是讲假的。而这个华侨乃革命之母，也是为什么今天我看到北美还是很多都是悬挂青天白日旗，因为他们对于整个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有不可割舍的情。大家好，这也是历史哥一休，历史哥7周年台庆见面会，在7月4号礼拜六下午5点45入场，晚上8点半开始。这次我们的阵容非常的强悍，有赖任、詹委员、黄世修、徐巧芯、侯汉廷跟黄阳明啊，一年一度就等你来相见。我们这一次特别要送给前100位报名的同学7周年限定版饮料纪念背带，只要刷我们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如果相关资讯你找不到，也可以到历史哥的脸书或各大社群找到报名方案。7周年台庆见面会就等你来了。国民党作为一个100年政党，在海外各个都有支部。前几年我陪同总统出席菲律宾国民党的这个支部100年，在东南亚，在各地，华侨为革命之母啊。这些华侨在当年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出钱出力，所以
跟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是非常深厚，而且也很有感情。不管是在美国的西岸或东岸，这些侨社、这些侨胞对中国国民党的感情是非常深厚。有当年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遗绪，当然不可讳言，国民党历经了这么多的组织变更，所以其实过去对海外的经营，党主席都有投注相当的心力。但是不可讳言，在大陆的日渐强大之后，老侨、新侨之间，还有我们从大陆过去的，在各个侨界都有不同的力量，但是郑丽文主席这次去真的是盛况空前。我因为跟几个侨胞都有参加他们群组，他们每个都告诉我，郑主席到哪一场都是场场爆满，而且还是爆桌，场场爆满，每个都争相去目睹郑丽文主席的风采。很多的这个侨胞赖给我说，希望能够有机会见到郑丽文主席，行程排这么满。郑主席确实有如同当年韩国瑜院长以市长身份去侨界的时候，有卷起侨胞重新对国民党、对蓝营产生提高的热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这么多年来，这些侨胞虽然在海外，可是他们对台湾的爱、对台湾的关注没有片刻减少。当然，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出了3次总统大选，在这个民进党执政的10年之后，正在努力的希望能够把2026跟2028赢回来。侨胞重新对我们的国民党跟蓝营产生的热情跟关注非常重要。郑丽文主席这次去真的是发挥了当年我在陪同马英九主席去当年看到的盛况，看电视上就那种盛况，这已经是我很久没有看到这个盛况。当年马英九主席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宣布参选总统，整个气势是如虹，那当时大家都希望说能够脱离陈水扁编一国的阴影。那时候2006年、2008年选举只差2年，跟现在一模一样。那时候侨界也是一样，渴望国民党能够重返执政，对马主席去投注了最高的关注。我在陪同马主席10来天的访问中，感受最深刻的是中国国民党重新凝聚起海外侨民、侨界的热情，以及中国国民党能够在2年之后要能够达成政党轮替，一种很强大的力量的推进。在郑丽文主席去访问的场面中，我也有感受到，觉得就是一种人心因为大家希望说台湾要更安全，台海要更和平。国民党其实在过去几年对于北美华侨还有海外支部的运动上面，其实有点贫弱，但重新被重视，我觉得主要是韩国瑜第一次那时候选总统的时候有开始有激活，朱主席的时候恢复了这对美代表处到现在。那因为其实我觉得当中弱化关键我就直言不讳啦，是在马英九总统的时候，马英九总统的时候他其实是更多的以侨委会做对美工作，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其实是弱化了自己的对美支部的一个功能性这是我当时观察到的。但就是党没有那么重要，国家更重要，可以理解。但是对国民党来讲，其实北美华侨很久没有注入强心针，因为从韩之后又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又6年了。郑主席说他上一次去是马主席去的20年。郑主席说他看到这个照片感慨万千的，我也是，因为这个照片我就在旁边，包含郑丽文主席去的马省州长的那个市政府那个我也去过，当时去的还有前国安会秘书长苏琪，当时郑丽文主席是中国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也是发言人，所以他陪同马英九主席也是接台北市长访问美国。那时候的国庆驻美代表叫袁建生，也就是这次一手安排策划郑丽文主席访美的灵魂人物。20年前、20年后，我这次虽然在台湾我没有跟着去，但是郑主席这次去的侨社啦、侨院的地方啦、拜访的地点啊、智库啊，很多我都是当年以记者的身份陪同马英九主席、郑丽文主委一起前往访问，所以留下点点滴滴深刻的力量。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是非常非常关注两岸、港澳、全世界的中华民族都不能落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要带动全世界的民族大家一起来繁荣的，所以这也是习近平跟川普在北京会谈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就是中美两国17亿的老百姓，华人又在这里面扮演更特殊的角色。在美国的华人们，就是在美国那3亿多美国人里面，但是他又有华人的身份，所以他们最渴望的就是大两岸能够合作，小两岸能够和平，然后民族能够更积极正向的。而且这次热情跟当年马主席去还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现在大陆去的路侨你很难搞定大家，因为大家的生活背景文化不一样。华侨们抱怨在海外很受打压，我去的时候是两岸很好的时候，很辛苦，因为那时候新侨大家融合不了啊。我去的时候是12年的时候，现在是26年了，现在我感觉是我终于看到我们民族有这种团结的趋势，我很感动。主席这一趟去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事。郑主席在美国演讲的时候提到说，他看到犹太人可以有这样的发展，坚守他们的传统。那我们中华民族不可能输给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今天不管是大陆讲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其实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讲的振兴中华。我们中华民族要振兴起来，不管是当年当小记者，后来进了国民党，乃至于其他职务，我也到了美国几趟，也不止美国，菲律宾嘛等等这些东南亚的国家。侨胞接触之后，我的感受就是，虽然他们都在其他国家发展，不管来自于哪个背景，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这种传承，对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站得越来越稳，这些都是超越政治。看到有些人去做一些政治的一些文章，我觉得很无聊。
因为其实他们不懂。就像我跟一休真正的去跟这些侨胞们互动过，我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些政治攻击是很无谓的。因为对这些在海外奋斗打拼的这些侨胞朋友来讲，他们要看到的是我们的中华民族能够一步一步在世界上站稳脚步。光可以发财，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一个术语？就知道说中国人、中华民族在过年，在传统过年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每个人都好，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发财，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的开发，也就是我邓丽文主席讲的，要从军事对抗岛链成为共同开发、共同繁荣的岛链，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髓嘛。其实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很多在美国发展的大陆的高知识分子纷纷放弃美国籍回到大陆，为什么？因为中美贸易战嘛，在美国的华人最痛苦，夹在中间，确实是一个隐性的排华。到现在2026年，8年过去，川普回任之后，跟习近平达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走了一招嘛，还是回到要合作，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中华民族的精髓嘛，大家一起合作赚钱嘛。可是夹在中间的这些侨民、侨胞、这些华人，成为夹心饼干，这样的一个心情跟在中间两种文化的碰撞，心情感受，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所以我们必须将心比心啊。郑主席这次去跟这些侨界互动，个人觉得对我们很重要，不只对中国国民党重要，对我们整个台湾社会也很重要。我们要理解这些侨胞朋友在美国的感受，我们反过来推他们对我们未来中华民族振兴寄望，不要有战争，要和平，要发展，这共同的语由郑丽文主席这次访问美国有一个凝聚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大家好，这里是历史哥一休，历史哥7周年台庆见面会在7月4号礼拜六下午5点45入场，晚上8点半开始。这次我们的阵容非常的强悍，有赖任、詹委员、黄世修、徐巧芯、侯汉廷跟黄阳明啊，一年一度就等你来相见。我们这一次特别要送给前100位报名的同学7周年限定版饮料纪念背带，只要刷我们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如果相关资讯你找不到，也可以到历史哥的脸书或各大社群找到报名方案。7周年台庆见面会就等你来了。所谓美国的智库不能够用台湾的角度看，他们不是单纯的学者，每一个人都当过官员。Asia Society 的这个 Daniel Russell 是谁？是在马总统执政的时候，美国对台的第一大咖，前美国国务院的东亚驻青，事实上掌握对台政策的第一人。而且他最有名的是卸任之后到了台湾来，私下跟马前总统会面的时候，有感而发，很感性的跟马前总统讲说，感谢你在你的任内稳定两岸关系，让美国不需要左右为难。其实这个话是很高的称赞。另外一位董云商 John Thornton 也是 Daniel Russell 的同事，也是在国务院，也是掌管对台事务的第3把交椅，所以他们对美国当时的政府决策影响力很大。那你说未来如果美国在民主党执政，这些人都还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效果。这些美国智库会这么重要？美国的智库通常都是由卸任的官员去转任，经过智库的沉潜或者是涵养之后，未来也有可能再度出任重要的公职。不能够简单的说他只是去跟这些学者互动而已，他都是跟有可能影响美国政府决策，至少对美国现在舆论走向有影响力的重量级这些人物分量有代表性。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第二个就是说，郑主席跟他们对话，不管是 Daniel Russell、Susan Thornton， 都是直球对决，他们直接问郑主席是不是信任北京，对和平的条件，北京跟台湾是不是有分歧，问得这么细。可是郑主席一个一个去直球对决，郑主席用中文去回应，他带的翻译是我们台湾最好的翻译，也是马前总统那当时出访一定要带的翻译陈佩欣女士，她是国内我看过翻译第一把交椅，精准的去翻译，私下看过太多，她把众议员跟马总统讲的话精准的翻译成英文啊，这个很厉害，由她来翻译郑主席的话，丝毫没有任何的偏差。这个对话不是跟智库学者对话，而是在跟美国的知识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集体对话。你想刚刚讲的 Ellison 也是个例子啊，他能够影响到美国很多决策人的想法。比如说，我们跟美国跟大陆是不是要真的走上冲突？修昔底德陷阱就出来，他有影响力嘛？这些智库的组成跟他的代表性，以及郑主席跟他们的互动，以 Asia Society 来讲，我觉得非常成功。郑主席并没有去避讳任何问题，而他们这些学者也确实是坦诚以对，他们没有讲一些好听话或客套话，他们其实是直接对郑主席的一些谈话啦，或者是中国国民党现在的路线啊，提出了很多他们的想法。这样的碰撞，我觉得是相当的有意义。最重要是郑主席把美国人可能对台独有一些误解，他讲得很清楚，他用政治便利贴这个形容词太好，他让美国人了解说，其实这些美国人都懂，我见过了，他们都非常了解台湾，他们很了解从民进党从陈水扁时候到现在，台独永远都是他们拿来的便利贴。主席身份把这个话讲出来，让美国这些政策制定者去思考，
台独对美中台之间是什么意义？可能过去有点正面的价值变成负面的价值，重要性跟访问大陆一样的。它让美国人彻底的去思考台湾另外一种声音跟主流民意，它让美国人去重新认识台独确实是造成美中不稳定、不安定的一个因素。它让美国人知道台独在台湾大部分是玩假的，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因为美国人常年可能因为第一个人在美国，第二个民进党外围组织太多的这个力量跟声音还有资源进去，所以他们对台海的情况、台湾的情况内部认识不太精准。但是郑主席这次去一个一个捅破这些信息茧房。侨界非常重要，侨界很成功。智库影响到政策制定的重量级的学者、知识分子，直接去对话跟挑战，去把台独的信息茧房踢破，也是一个重要的一次突破。接下来就要看到了华府，这个就是3块。而这3块呢，我必须讲，这20年来，除了马英九主席那次访问美国之外，我觉得这次整体对美国各界的突破性是最强的。大家好，这里是历史哥李修。历史哥7周年台庆见面会在7月4号礼拜六下午5点45入场，晚上8点半开始。这次我们的阵容非常的强悍，有赖任、詹委员、黄世修、徐巧芯、侯汉廷跟黄阳明啊，1年1度就等你来相见。我们这一次特别要送给前100位报名的同学7周年限定版饮料纪念背带，只要刷我们的官方 LINE@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如果相关资讯你找不到，也可以到历史哥的脸书或各大社群找到报名方案。7周年台庆见面会就等你来了。民进党很 low 的一个格局，他们只会问一件事情啊，格局又很高，卷的谁啊？这是对美国的一种侮辱，因为美国人官学之间界限比台湾人还模糊啊，台湾已经够模糊了，在大陆是壁垒分明。重要是影响力，台湾的体制是你如果想影响政治，你去从政，去选举，对选举。所以台湾有一条界限，就是你选不选得上。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有大量的公职都是旋转门，大量的公职都是政务任命，因为美国总统权力激进无限大，而且美国总统还有好一处，几乎不用管内政，好，他就选举的时候管一下就好了。多数时候内政是州的问题，他基本上每天就在折腾外交，所以这是美国很特殊的一个体制。还有一大堆的政务官都是透过学者、学者、律师，反正他们在商界、学界转来转去，这些人都会强力的形塑他的一个影响力。我觉得这才是关键，而不是他去见到谁，美无聊死。至于那边说，哎呦，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多数党领袖没有要见郑丽文，没有消息，很无聊。所以我看郑主席就讲到一个事情，到底先去中国还是先去美国？小学生问题嘛，因为他的图谱很清楚嘛，先要过半选上国民党党主，取得党员的授权，去北京取得了跟习近平沟通之后，确认国共两党携手缔造两岸和平，然后再去美国，两岸和平、两岸稳定，需要美国也稳定，才能够稳定下来。所以这才是所谓的和平繁荣之恋嘛，这个才有格局。非常，不管是绿媒也好，或者是民进党的官员也好，这现在的攻击我都觉得软弱无力了。像有些是攻击说什么郑主席会见的成绩，对不起哦，美国的制度不是这样，美国人非常关注郑丽文这次访问，因为郑丽文主席还见过习近平，整个两岸的轴线在改变中，美国内部在改变中，所以重点是影响力，所有人都在讨论郑丽文去访问美国，不管是比较偏的、好的、坏的，或者是大咖学者，或者是美国的这些重要媒体，除了马英九去之外，还是有这么多人在讨论方面，这些攻击都很无谓了，表示他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打到点。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郑主席访问美国对民进党是有威胁性的，不然不会在郑主席访问一开始，邱毅人就出来说赖清德要回到蔡英文路线，把他从台独的路线拉回来。郑丽文去了美国嘛，开始要去讲不一样的路线了嘛，民进党紧张，包含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出来批评郑主席，完全没有批评到点。今天我们陆委会的功能是要维持两岸交流、沟通稳定两岸关系和平，结果他完全没有在做他的本务，他跑去批评郑丽文访问美国，讲的点都是他没有提到中华民国。你想成为中共治下的爱国统一党吗？如果是民进党的王定宇啦，或者是吴思瑶讲的，我觉得可能还符合他们作为打手的这个角色。可是陆委会主委讲公开指控最大在野党主席想成为中共治下爱国统一党，我觉得这是很失格的。而且郑主席到哪边都讲中华民国宪法、一中宪法，你陆委会主委就是因为一中宪法才能够成立的啊。如果今天两岸是两国的关系，你哪有陆委会存在的空间？所以你今天既然有陆委会代表两岸是同属一中架构是在的，那你还去批评郑丽文爱国统一党，我觉得非常失格，非常的无谓。什么统战官员，我觉得是非常无聊。郑丽文主席都已经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而且所谓统战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攻击代表说，第一个民进党紧张了，第二个他们找不到真正的攻击点，只能够不断的朝侧翼化、标签化跟抹红。
我觉得很无聊。而且说实话，对郑丽文主席本身讲的这些内容，他们完全都没有办法去回应，包含这个台湾人民多数主张的两岸和平路线，多数认同的两岸交流路线，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回应的是这个。郑主席只要将他个人的政策理念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华府非常想要去面对面去跟郑主席了解，对郑主席有100%的信心，他一定会把国民党的政策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也让美国华府的这些人面对面的去直接跟郑主席打交道，了解到台湾最大在野党主席、最大党主席的想法，直接的去听取台湾有别于民进党不同的声音，而且是主流民意的声音，我觉得这非常重要。